2天，印度人估计开心坏了。随着美国 H-1B 签证费用暴涨到10万美元，原本急坏了的印度人似乎又看到了曙光。这几天，日本北海道、大阪等地出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，原因是因为印日在8月底宣布，计划在未来5年内实现超过50万次人员交流，而且在这50万人中，预计将有5万人是拥有专业知识的高技能印度人，他们将在日本工作。这下，日本直接从一个排外者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接盘侠。而更让不少网友意想不到的是，中国居然也紧随其后，出台了面向海外青年科技人才的 K 签证。这下好了，中国网友也不干了，纷纷在网上表达着自己的看法。那么，中国为什么要出台 K 签证？是有意在和日本抢人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近日，日本政府正式宣布，未来5年内将与印度实现50万人次的人员交流目标，其中5万人将是具备专业教育背景、掌握专业知识的理工科学技术人才，主要填补日本 IT 工程领域的劳动力缺口。消息一出，印度与日本民众的反应堪称冰火2重天。对印度人来说，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。自从特朗普政府大幅上调美国 H-1B 签证费用后，不少原本计划赴美的印度技术人才陷入出路焦虑。如今日本主动敞开大门，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。难怪印度民众纷纷欢呼雀跃，直呼西方不亮东方亮，日本也是个好选择。可日本民众的态度简直是天差地别，从普通网友到街头民众，反对声、批评声几乎一边倒。9月29日起，大阪、北海道等多地接连爆发民众自发组织的抗议游行，大家高举日本国旗，举着移民 NO 的标语牌，齐声高喊触犯国人利益是犯罪，日本属于日本人，强烈反对印度移民等口号。现场不少民众情绪激动，满脸愤怒，那股有印度移民就没我的坚决态度，让人直观感受到他们的抵触情绪。除了街头抗议，日本网友还通过 AI 技术制作了一系列图片，预言50年后的日本，以此表达担忧。其中一张图片里，人们穿着日本传统服饰，可面容早已没了传统日本人的模样，肤色从典型的黄色变成深棕色、咖啡色，原本偏扁平的五官变得深邃立体，头发也成了浓密卷曲的样式。男性脸上还留着络腮胡。另一张图中，几名穿和服的日本女性满脸惊恐，额头冒汗的奔跑，身后有3名棕色皮肤的男性咧嘴邪笑追赶。还有网友修改了日本经典动漫《龙珠》的主角悟空，发型、服饰没变，可原本机敏可爱的形象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胡子、眉毛浓密的混血大叔模样。这些图片满是对未来族群变化的焦虑。日本人为何如此反对印度移民？背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归纳起来主要有3点。第一是根深蒂固的排外传统，日本社会长期保持相对封闭的族群结构，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度本就不高，大规模引进外国人才，自然容易引发抵触。第二是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，在部分日本人眼中，印度人一直是脏乱差的代名词，比如在恒河洗澡不用纸巾清洁，有日本民众就担忧，要是未来日本餐馆里印度人用没清洁好的手做饭团，你敢吃吗？这种对生活习惯冲突的顾虑，进一步加剧了反对情绪。更何况加拿大这个前车之鉴摆在那，单说随地大小便这事，你让爱干净的日本人怎么接受得了？最后是对种族形象变化的焦虑，从网友制作的 AI 图片就能看出，不少日本人担心，随着印度移民增多，跨族群婚配，未来日本的族群结构会发生改变，传统的大和民族形象可能逐渐淡化，这对重视族群延续性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不过吧，客观来看，日本政府推出这项计划也是无奈之举。众所周知，日本目前少子化、老龄化问题持续加剧，人才短缺状况越来越严重，预计5年后的劳动力缺口将达到600万。在本土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，通过移民政策引进技术人才，成了缓解困境的重要选择。所以吧，小编觉得，若非日本政府实在没别的办法，恐怕也不会轻易触碰民众敏感的移民神经。毕竟印度14亿人口摆在那，刚好又碰上美国那边涨价，此时抢过来几万高质印度打工仔，成本相对要低不少。
最近 K 签证这3个字在国内快被传成洪水猛兽了，不少人慌慌张张在网上问，是不是数十万印度人要跑来抢咱们的饭碗了？更有甚者把这事儿渲染得像天要塌下来了，连社会结构被冲击的说法都冒了出来。但真扒开政策细节和现实情况看，这更像是一场被焦虑放大的狼来了的闹剧。首先得明确一点， K 签证不是随便什么外国人都能拿的入门券，它是今年8月新增的专门类别，10月1日才正式生效，目标只有一类人：外国青年科技人才。具体来说，得是境内外知名高校 STEM 专业毕业生，也就是学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的，至少有本科文凭。可能有人听说申请不用中国雇主担保就觉得门槛低了，其实这只是为了方便真正的人才流动和针对顶尖高层次人才的2签证形成互补。原来的2签审批慢，各地标准不统一，还得要国内机构发邀请函，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才太不灵活。现在搞 K 签，说白了是想在全球抢人才的大背景下，给那些有潜力但还没成大咖的年轻科技人才开个快捷通道，比如 AI 研发、生物医药这些咱们正缺高端人才的领域。这政策从专家提议到落地论证了10几年，根本不是拍脑袋决定的事。而这波焦虑的引爆点，还得是靠印度人要来抢工作的说法在推波助澜。起因是印度媒体跟着起哄，说美国把 H1B 签证费暴涨到10万美元，印度人才该转投中国怀抱，甚至有印度媒体主播呼吁打包去中国。结果这话传到国内，立马被解读成数十万印度码农要来了。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么慌呢？说到底，这是戳中了当下国内的就业焦虑。这几年国内就业市场有多卷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少年轻人找工作要投几十份简历，好不容易拿到 offer， 还得面对996，心里本就绷着一根弦。这时突然冒出来外国人抢饭碗的说法，焦虑自然就被放大了。更有人添油加醋，说印度人买个文凭就能钻空子，把 K 签证的审核想象成走过场，越传越邪乎。但其实你稍微用点心就能发现，知名高校的背景审核、专业能力评估都卡着关，哪是买个文凭就能蒙混过关的？小编退一万步说，就算印度媒体喊得再凶，真正的印度科技人才也未必愿意来，这里面藏着几个绕不开的硬门槛。最实际的就是收入差距。2024年数据显示，印度人拿美国 H1B 签证的年薪中位数是 9.5 万美元，近40%人收入超10万美元。亚马逊招的印度籍员工平均年薪都快9万美元了。反观国内，同岗位的薪资水平根本没法比，真有本事的印度精英犯不着降薪来中国。然后是语言和生活成本。技术岗位不是光会写代码就行，开会沟通、对接需求都得用中文，短期突击根本达不到工作要求。而且国内1线城市房租、生活费不低，外地年轻人都喊压力大，习惯了英语环境的印度人才，为啥要跑来遭这份罪？更关键的是发展预期，印度人扎堆去欧美，要么图高收入，要么图完善的福利，比如生孩子有补贴，教育医疗免费。咱们既没有这样的福利体系， K 签证也不能像欧美工签那样导向永久居住。中国本来就不是移民国家，就算拿到 K 签，也只是短暂停留，想扎根定居难上加难。印度媒体炒得热闹，本质是想给收紧签证的欧美施压，喊此处不留爷的口号，真让他们来没几个愿意的。所以小编觉得这政策根本不是为了引进劳动力，而是为了吸纳智慧。一方面是补2签证的短板，之前的2签审批太繁琐，很多海外年轻华人华侨想回来创业，或者刚毕业的外籍科技人才想来交流，因为没有国内雇主担保，连门都进不来。K 签证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给真正有价值的人才开了方便之门。另一方面是应对产业升级的需求，现在全球都在抢 STEM 人才，日韩已经因为劳动力萎缩、高端人才流失，影响到科技竞争力了。咱们要搞 AI、芯片、新能源这些高端产业，光靠国内培养还不够，得用灵活的政策吸引全球智慧。这些人才带来的是技术交流和创新思路，反而能带动国内产业升级，创造更多高质量岗位，而不是抢现有饭碗。说到底，印度人抢饭碗的恐慌，更像是内卷焦虑的投射。平时吐槽工作累、竞争大，一遇到点外部风吹草动，就容易往被抢走机会上联想。
但真要较真起来，国内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全球第一，普通岗位根本轮不到外国人来抢，而高端岗位的竞争从来都是看真本事，不会因为一张签证就被替代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宽心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